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可以让你在开车、做家事以及睡前需要声音陪伴你的鬼故事。那故事开始了。睡不着的夜晚才刚刚开始。这是一则发生在神奈川县从事运送业的 K 先生与朋友一同亲身经历的真实怪谈。这是去年秋天我和朋友实际遇到的事情。那天是我们这群伙伴每个月固定会举办1到2次的机车巡游日。当天一共集合了5个人，计划是一趟2天1夜的小旅行。大家各自骑上引以为傲的爱车，早上7点在住在县内的朋友 A 的公寓停车场前集合，接着一路骑往静冈县下田，住宿1晚后，沿着伊豆半岛绕行，尽情品尝当地的海鲜。回程时再顺路泡个温泉，这就是原本的行程安排。第一天天气非常好，我们在晴空下享受了一段相当愉快的骑行时光。然而到了隔天，正准备前往回程途中预定的温泉时，天气却完全违背了气象预报。毫无预警的一场雷雨突然袭来，我们被迫紧急停靠，先堵进附近的道之驿避雨。在那里大家讨论后决定，那天不再多做停留，直接一路骑回 A 的公寓，中途不再休息。趁着雨势稍微变小的空档，我们离开了道之驿。但由于周围被地形复杂的群山环绕，天气变化异常剧烈。前一刻还是倾盆大雨，下一秒却又变成细雨，如此反复不定。对骑机车的人来说，这简直是最恶劣的行车条件。技术最好的 S 一直担任殿后的角色，而跑在最前面的则是我负责。但当时我根本没有多余的余裕，甚至连大家是否确实跟上来都无法确认，只能一心一意地朝着 A 的公寓不停地骑。好不容易在全身湿透的状态下抵达了 A 的公寓，没过多久，另外3个人也陆续到了。然而原本应该跑在最后的 S 却唯独没有出现。照理说应该要等 S 到了再说，但大家全都被雨淋得浑身湿透，冷得受不了。再加上 S 是我们之中驾驶技术最出色的人，也就没有人特别担心。于是大家一起先上楼到 A 的房间，一边把身体弄干，一边等着 S。 不过说真的， S 也太慢了吧，该不会在哪里摔车了吧？幸好是过夜行程，有带换洗衣服。大家一边说着这些玩笑话，我却在不经意间瞥了一眼手机，这才发现上面显示着好几通来自 S 的未接来电。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，我正慌忙准备回拨电话的瞬间， A 却突然提高音量大喊了一声，硬生生打断了我的动作。喂，安，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全身湿成这样啊？原本是跑在最后尾的 S 前面的人，而刚才递给恩的毛巾却已经湿到不停往下滴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恩这么说着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。围绕着他的脚边，木质地板上已经积起了一大片水洼。我一时之间完全无法理解眼前的状况，只能愣在原地。就在这时，我手中握着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 S 打来的。我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接起电话，只听见 S 用颤抖的声音说：喂，我是 S， 我现在在警察那边。他撞上了桥的栏杆，然后直接掉进下面的河里，他死了。不，可是现在就在这里。或许是察觉到我那颤抖失控的声音有些不对劲，在场的所有人全都一起把视线投向了恩。喂，恩，你好像已经死了。听到我的话，恩露出了一抹带着寂寞的淡淡微笑，低声说道：果然是这样吗？就在他说完这句话的瞬间，恩的身体开始冒出像白烟一样的东西，轮廓迅速变得模糊不清。短短2-3秒钟的时间里，只留下一条湿透的毛巾，
与地板上的那滩积水，整个人就这么消失了。之后，我们一行人立刻动身，准备前往警方安置恩遗体的地方。大家慌乱地把还没砍的连身器型服重新套上，急急忙忙下楼来到停放汽车的停车场。然而，就在那里，原本停放站安的机车的位置却唯独空了出来，显得异常突兀不自然。别关灯，故事还没说完。那件事发生在我国中2年级的暑假，虽然这么说有些难以启齿，但那时正值叛逆期巅峰的我，加入了一个在当地也算恶名昭彰的不良集团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或许是因为父母离婚后，为了维持生计而拼命工作的母亲经常不在家，那份孤单与空虚让我只能和朋友一起做坏事来转移内心的寂寞。就像往常一样，那天过了午夜，我和朋友在城市边缘漫无目的地闲晃着。就在这时，道路旁的一尊地藏菩萨像映入了我的眼帘。当时的我对什么事情都感到烦躁不已，结果竟然做出了无法挽回的事。我拿起手中的金属球棒，狠狠地朝那尊地藏菩萨的头部砸了下去。地藏菩萨的头从脖子的位置直接断裂，伴随着沉闷的滚动声，咚隆咚隆地滚到了路旁。看到这一幕，朋友似乎也觉得事情做得太过火了，便捡起掉在地上的地藏菩萨的头，放回原本的身体上。但我却连这样都觉得不顺眼，干脆把那颗头上下颠倒，再一次放回地藏菩萨的身体上。之后，既没有地方可去，也无事可做的我，大约在凌晨2点左右，回到了家中。那时母亲已经睡了，我便悄悄从玄关溜进家里，直接走进浴室，先洗头，接着洗脸时，我却突然察觉到手掌触感和平常不一样，一股难以形容的异样感与恐惧瞬间从心底涌了上来。我想把粘在眼睛周围的泡沫冲掉，好照镜子确认情况，于是慌忙把莲蓬头往脸上一冲，下一秒热水竟以惊人的力道直接灌进鼻腔深处，我猛烈地鼾咳起来。那异常剧烈的咳嗽声惊醒了母亲，她从更衣室朝我喊道：“大辉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”“没事了。”我像平常一样用粗鲁的语气回嘴。就在这时，我抬起手，随意抹了一下因水汽而雾白一片的镜子。下一瞬间，我忍不住大声叫了出来：“啊！”镜子里映出的我的脸，竟然是上下颠倒的。我惊慌失措地冲出浴室，朝着正准备回卧室的母亲背影喊了过去：“妈，脸，我的脸！”我一边尖叫着，母亲一边慌张地跑了回来，抓住我的双肩问道：“什么？脸？怎么了？”可母亲却一口咬定我的脸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异常。然而我用自己的手触摸到的感觉却再清楚不过，额头上长着嘴巴，鼻子是倒过来的，双碟上则是眼睛。我从抽屉里拉出一面手镜来确认，结果也是一样，脸确实是上下颠倒的。我陷入了恐慌，放声大哭。母亲一边拼命安抚我，一边怀疑我是不是用了什么奇怪的药物，于是立刻把我送往急诊医院。在医院进行的药物检测结果全部呈阴性，之后又接受了各种检查与诊查。几天后，医生勉强给我下了一个诊断：颜面神经麻痹。在那之后，我心里明白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已经不可能再隐瞒下去了。于是我只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告诉了母亲一个人，接着和她一起前往管理那尊被我折断头部的地藏菩萨的寺庙，低头赔罪。从那天开始，我被迫面对那张诡异的脸，以及仿佛从额头进食饮水般的怪异感觉，日复一日地生活着。大约过了半年左右，那种异样的感觉
才终于完全消失。而在那之后，我也再也没有做过任何像以前那样的坏事了。